大家好，今次為大家報道3份市場消息。首先 Netflix 嘅股價，由於第一季財報收入稍為低於預期，但利潤同新增用戶數量均超出市場預期，喺星期二嘅收市後交易時段中跌咗 3.9%。雖然平均付費訂閱人數再創新高，每增加 4% 就會新增175萬個用戶，但 Netflix 嘅平均收入略有下跌。即使係咁，公司對於第一季付費共享計劃試驗4個國家嘅結果持樂觀態度，而且計劃喺第二季進行大規模推廣。另外，呢間流動媒體巨頭亦表示，佢哋致力改進廣告策略，尤其美國市場。根據 Netflix 喺平台嘅表現，佢見到改善視頻質素可以吸引更廣泛嘅用戶付費，所以 Netflix 計劃升級廣告系統，提供更多嘅串流設施同埋升級視頻質素。即使 Netflix 嘅收入同比增長 3.7%， 達到81.6億美元，但我哋可以留意到佢續約嘅收入略低於分析師嘅預期。而家嘅營業額同埋毛利率分別比去年下跌，營業額由20億美元跌至17億美元，而營運毛利率由 25% 降至 21%。未來Netflix 預計第二季收入係82億美元左右，比分析師嘅預期更低，因為獎賞共享計劃嘅廣泛推出被推遲至第二季，而擴充增長嘅效益將會係第三季實現。除此之外， Netflix 仲預期營運收入將保持在16億美元嘅平穩水平，因為美元嘅升值將令到營運毛利率由去年嘅 20% 下跌至 19%。值得留意嘅係，由於 Netflix 加入多元化廣告銷售系統，所以唔會再預測季度用戶數。而嚟緊Bank of America 分析師 Jessica Reif-Ehrlich 將會同 Netflix 嘅高層進行訪問，介紹上一季嘅業績同埋未來嘅前景。到第二則報道 ，Tesla 星期二喺網站顯示，美國部分 Model Y 同埋 Model 3電動車嘅價格將會下調，呢次已經係今個月第6次下調美國價格。市場主要係憂慮會影響 Tesla 嘅利潤率。Elon Musk 就表示，公司透過不斷優化生產過程同埋其他措施，以降低成本，從而降低售價。即使係咁，Tesla 喺第一季度嘅運營效率似乎仍然有所提高，交付量環比增長 4%。此外，向各個市場推出優惠不只限於美國，優惠擴展到歐洲、以色列、新加坡以及日本、澳洲同埋南韓等市場。公司繼續進一步優化生產流程同埋提升管理效率，以進一步提高公司嘅整體盈利能力。雖然係咁，但市場對於 Tesla 激進嘅價格策略仍然有所擔憂，因為可能會導致公司業績嘅短期下降同埋長期盈利能力減弱。現時市場預期 Tesla 喺最近公布嘅季度報表中會報告一年增長 24.2% 嘅收入，但分析師嘅平均利潤預測則喺過去3個月呈現下降趨勢。總括嚟講，Tesla 仍然需要平衡市場佔有率同保持利潤嘅需求，專注高效率生產同埋營運管理，不斷拓展更多市場嘅實際需要，先可以穩定投資者嘅憂慮。到最後一則報道，摩根大通執行長官 Jamie Dimon 收到法庭命令，涉及一宗聯邦訴訟，要喺2日之內面對長達7個鐘嘅盤問，有關控告銀行同已故顧客 Jeffrey Epstein 合謀性交易嘅案件。星期二，一位紐約法官宣布會就呢次事件作出盤問。喺盤問過程入面，律師會代表美屬維爾京群島同埋一位受到性侵犯嘅受害人，向 Dimon 作出提問。另外，律師亦會代表 JP Morgan 投資銀行前行政總裁 Jes Staley 就有關案件接受大約2小時嘅獨立盤問。而法官 Wyckoff 就表示，審訊可能會超出預期時間。銀行方面就發表同 Epstein 有關嘅多宗訴訟，唔應該追究銀行，而應該追究前僱員 Staley， 所以銀行喺上個月亦正式起訴 Staley， 指佢同 Epstein 有不當關係。不過呢啲事件並唔會對上面講嘅宣誓盤問有影響。消息人士指出，審訊最快5月喺紐約市進行。呢啲訊問係由維爾京群島同 Epstein 嘅受害者提出，銀行曾經參與 Epstein 嘅性交易計劃，並且牟利。去年銀行已經要求法院撤銷維爾京群島同受害人提出嘅訴訟，不過法院唔接受。消息又指出，已故性罪犯 Epstein 曾經係特朗普同克林頓嘅好朋友，亦曾經有同英國嘅安德魯王子接觸。喺1998年至2013年期間，喺 JP Morgan 擁有戶口。到2019年因為被指控兒童性交易罪等罪名，未經審判就喺監獄入面自殺。之後維爾京群島發起訴訟，指控銀行促成同隱藏電匯、現金交易，懷疑同實際上都係嚴重犯罪。其中一部分就透過數十名女性或者女孩提供性服務，而地點包括維爾京群島內外。喺3月16號嘅庭審入面，維爾京群島嘅律師聲稱 Dimon 同 Staley 喺成為 Epstein 嘅客戶期間，都知道佢有性交易方面嘅活動。根據法庭文件，自2009年以嚟，
銀行嘅資產同財富管理部門負責人 Mary Callahan Adush 喺訊問期間亦承認 ，JP Morgan 自2006年以嚟就知道 Epstein 支付現金俾未成年女性，命令佢哋到住所，但直至2013年，銀行發現 Epstein 仍然喺戶口提取現金之後，先正式終止同佢嘅關係。今日就報道到呢度，明天再見，多謝大家收睇。